相信上周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再创新高4个字。美国和欧洲多个股市突破历史高点，继续再创新高之外，日本股市也终于突破了1989年底的历史记录。如果你之前跟随我们建议买入，当然很开心；如果你之前错过，有人建议你现在买入，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不太相信的。毕竟现在的价格更高了，将来亏损的可能变大了。绝大多数人的直觉都是等回调后再买入更好。但问题是不回调怎么办？回调之后应该何时买入？是不是又要等到市场涨起来再买？择时永远是投资的头号难题。我今天用美股标普指数的表现来告诉大家，面对历史新高，投资该怎么做？从1990年初到2024年2月10日，你有3个选择：第一，在历史高点买入；第二，在任何时间点买入；第三，历史高点回调10%后再买入，买入后持有1年、3年和5年的平均累计回报，哪一个最高，哪一个最低？大家可以暂停视频，先猜一猜，在历史高点买入后的回报最高，在回调10%之后买入的回报最低，是不是非常意外？一个原因是高点回调10%出现的比例非常少，1年内只有6%左右。另外一个原因可以在我最新的视频课《不合群的行为投资者》找到。我们再来看看施罗德的发现，从1926年初到2023年底，标普指数历史高点买入对比任何时间买入，分别持有1年、2年和3年平均年化回报，更好的选择同样是买在历史高点。施罗德还发现，如果进行择时交易，遇到月底指数创历史新高，就把股票换成现金；只要不是历史新高，就重新换成指数。那么对比不择时长期持有，投资回报的差距是巨大的。时间越长，择时交易摧毁的财富就越大。原因在于1926年初到2023年底的1176个月中，有354个月是历史新高，占了30%的比重。择时交易就错过了这些时间段内的涨幅。总结来说，长期来看，美股的历史新高往往意味着市场进一步走高，而不是回调。不要让少数例外和心理障碍来影响你的投资决策。当然，过去表现呢，也不代表未来业绩。美股留长熊短，买在高点的策略也未必适合其他市场。如果你对其他市场没信心，请跟随我们一起投资美股。如果你觉得2到3分钟听得不够过瘾，请关注后参加我们线下投资分享活动。